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生吞年糕碾压假吃女星蔡徐坤被噎翻车现场，镜头对到脸上的那一刻，白鹿正把整块年糕往嘴里塞，腮帮子鼓得像炖凉的仓鼠。跑男录制现场30多度的高温里，他额头沁着汗珠，鼻头皱成小核桃，愣是没给节目组留半点剪辑借位的余地。这画面可比那些假吃作秀的女明星带劲多了，毕竟谁见过女艺人把年糕当压缩饼干啃，噎得直抻脖子还冲镜头了。综艺假吃这出戏观众早看腻了。去年某档恋爱综艺里，女嘉宾拿着甜品勺子在嘴边蹭了3分钟，最后被扒出食物全吐在纸巾里。网友辣评：吃个马卡龙跟拆炸弹似的，不知道的以为在拍007吗？反观白鹿这次生猛操作，弹幕直接炸锅，好家伙，这姐们是真阴啊！看给孩子饿的，跑男盒饭是不是又克扣了？死亡镜头从不说谎。当节目组把特写推到能竖清睫毛的距离，白鹿的苹果肌正随着咀嚼动作挤成2团小馒头，鼻翼扩张的能塞进绿豆。这种原生态表情要是搁在科技脸身上，怕是玻尿酸都得从法令纹里飙出来。想起某古装剧女主被群嘲的面瘫试吃戏，加根豆芽菜都要分5个镜头拍，观众都替她累得慌。真吃还是假吃？观众心里跟明镜似的。前阵子某生活综艺被扒出台本痕迹太重，明星们切个洋葱都要摆拍7、8遍，评分直接跳水3成。白鹿在泥潭里滚成兵马俑那期，弹幕全是这姑娘10成，比那些头发丝都要定点摆位的女星讨喜多了。数据不会骗人，她这季节目单期播放量暴涨2成。网友就爱看这种不端着的真实劲儿。年糕事件最绝的是后续花絮，蔡徐坤被同款年糕噎得直翻白眼时，白鹿已经灌下半瓶水准备下一轮游戏。工作人员憋着笑问她感受，这姑娘抹着嘴就来句比我们剧组盒饭软乎。这种接地气的反应可比那些假吃还要买热搜的明星高明多了。毕竟观众早过了被精修图糊弄的阶段，现在流行的是能徒手劈西瓜的真性情。假脸明星们永远理解不了，为什么白鹿被拍成表情包还能涨粉。某次红毯采访，有记者问他怕不怕崩图，他直接对着镜头做鬼脸，我又不是3D 打印出来的。这话说的在理，现在某些演员的脸僵的做表情都像网络延迟，哭戏要靠眼药水，笑场的捂嘴，哪经得起跑男这种专拍鼻孔朝天的节目折腾？综艺江湖里拼到最后，拼的还是真自觉。白鹿在泥地里打滚的狼狈样，扯着破锣嗓子唱青藏高原的憨劲儿，包括这次生吞年糕的虎操作，反倒成了观众心里的加分项。想起他之前被问女明星包袱时说的那句大实话，我又不是背锅侠，要包袱干啥？这话搁在假吃成风的娱乐圈，简直是一股清流。节目播出后，有网友截出经典对比图，左边是某女星喝奶茶的9宫格摆拍，右边是白鹿啃年糕的狰狞瞬间，配文论女明星的参差。更损的是，有人把假吃合集做成当代皇帝的新一话题，点赞最高的评论写着：建议假吃艺人集体观摩白鹿吃播，学习什么叫食物真的进了胃。2. 奔跑吧新集热闹非凡，白鹿越界引热议，观众怀念昔日团魂。奔跑吧这档综艺简直就像是一棵永不凋谢的花，一直蹦跶的热火朝天。最新一集通过碳粉接力这个搞笑游戏火得不要不要的，节目里真有不少让人捧腹大笑的环节，观众们笑得差点晕过去。沙溢、范丞丞、白鹿和周深等人变成了煤矿大侠，尽情地玩的没形象，观众笑得快憋出内伤了。周深那一下扑通进水，简直太搞笑了。
慢放重播3遍，他全身湿透，却依然乐得跟个小太阳似的。跑男团一帮人笑到抽搐，根本停不下来。这一集的节目不光眼睛过瘾，还自带混搭真相、笑里藏情的特效。就这突如其来的小插曲，真是把观众以前那种在场的感觉给捞了回来，像吃到久违的家乡菜一样。说句大实话，早年跑男那可是全程火爆吸引眼球的，奔跑吧就像拼图一样，偶尔一亮点才勉强能让观众继续围观。通过节目散发的那种气质，咱能看出来，许多观众怀念的其实不光是邓超、陈赫和鹿晗还在的时候。白鹿开挂事件引发了游戏公正性的热议，那一期节目里，白鹿的一次越界操作真是让人唏嘘不已。这一轮的游戏规矩是嘉宾的跳到橙色那块地上才能算成功，可镜头却很近拍到了白鹿偷偷摸摸的瞬间。他一脚踩在黄垫子上，又把另一只脚伸到橙色地带，明显违反了脚必须稳稳踩在橙色才能过关的规矩。结果节目组却说他过了，真是个神奇的节目。这水流得这么猛，简直是在跟游戏规矩玩拔河呢。其实吧，这个不仅仅是犯规那么简单啊。奔跑吧基本上总是通过放水的手法，让不同队伍的成绩看起来差不多，故意制造出一种让大家都能走到终点的氛围。偶尔来一发，就是为了让节目热闹点。可别说，时间一长，大家玩游戏的劲头明显就没了。毕竟拼了命也没啥用，全靠导演一句话决定谁能过关。要是他不花心思，那可真是白费力气。白鹿这姑娘在这堆游戏里真是拼尽全力，但规矩就是规矩，谁也没法开小差。当裁判可是的公正啊，导演组绝不能给谁开后门或者偏心。这才是节目录制的基本规矩和底线吗？如果游戏设计的够有意思，但为了迎合某些人而一直改规则，那不仅游戏会变得没劲，节目最后的剧本痕迹也像大葱一样明显。简单来说，白鹿全在那帮节目组放水的坑爹操作上。跑男整了一波大换人，变成了的奔跑吧，观众看了节目，怎么也找不着当年那种劲儿了。这节目的问题可不只是跑男的老前辈走了那么简单，大家都是偶像，结果个个都背着大包袱，扛得慌。新一季的跑男团成员个个帅到炸，但都是偶像派，像范丞丞、白鹿、宋雨琦啥的，全是在流量圈里混饭吃的。他们放得开倒没事，放不开就像是个外星人闯了地球。尤其是那个时代少年团里的小弟，话不多梗更少，除了能跑能跳，简直就像个幽灵，完全跟节目没关系。尽量别整那些明星，选个像鹿晗、迪丽热巴那么拼的，玩起游戏来特认真，还有点儿争强好胜，敢在镜头前甩掉明星架子的人，才能搞出精彩的节目。嘉宾多得像赶集，大家的心都散了。奔跑吧的队伍越来越壮观，大家互相之间有点生疏，节目里那种熟人间的默契感都没了，团体精神就像个无根浮萍。跟以前那种齐心协力的阵容比起来的跑男，就像每个人都在秀自己，缺少了团结一心的劲头，简直是各自为战吗？之前网上冒出来些疑似跑男工作的朋友在吐槽，说那些常驻嘉宾请假的事儿简直比换衣服还频繁，每期的阵容就跟开会抢座一样不稳定，直接是懒得搭理这个节目呀。这节目里几位火得很，忙得不可开交，但说他们能比当年的鹿晗和张艺兴还火，那就有点扯了。张艺兴在中韩之间飞来飞去，极限挑战累到眼冒金星，但他可没有像某些人那样随便就缺席，天天缺席录音，还偏要蹭这个位置，简直是对节目不放在眼里啊！游戏的难度越来越像咸鱼翻身，没啥新意了。以前的跑男玩得可真疯狂，撕名牌、蹦极和鸵鸟比赛，还能在联合国讲演，
甚至整栋楼里都是撕名牌的身影，简直热血沸腾啊！可是室内游戏横行霸道，碳粉大战虽然轻松搞笑，但玩起来就像吃豆腐一样简单，设计水平也跟小学生画的画差不多。屏幕这头，观众们的心跳都被按了暂停。一个户外真人秀，愈发像是在棚里录的综艺，节目风格完全变了样。嘉宾们越录越，观众们却是越看越想哭。这帮性格脾气都特别大的家伙，简直就是一股强劲的团魂风暴。这些家伙不光是闪亮的明星，还是演艺圈里的搞笑搭档，打游戏的时候拼得你死我活，一起聚会时又能激发团队的超能力。这种团队精神在奔跑吧里可能会消散，但在哈哈哈哈哈中又爆出来啦。今年的五哈又火了，他们在泥里咕噜咕噜。王宝强这一集简直让人觉得好男的辉煌又回来了。以前一起嗨的热血和情感，在五哈的团队里依然让人心潮澎湃。的奔跑吧阵容真是跟以前的天差的别，那会儿他们毫无顾忌，心照不宣，互相扶持，既是朋友也是竞争对手，这帮子人才是真正的节目灵魂。奔跑吧的新阵容虽然有点新鲜，但人一多，嘉宾的感觉就像隔着千里之外一样遥远。观众最想看的就是那些特别真实的综艺，想看到嘉宾们拼命玩游戏，希望有点难度、有趣又能让大家嗨起来的挑战。真是的，相比这些奔跑吧，无论是玩的规则还是请的嘉宾，都更爱蹭流量热度，节目质量啥的，聊着聊着好像成了配角，话题才是真正的大哥呀。您说说奔跑吧这档节目，大家争论的那叫一个热火朝天，你觉得咋样呢？快来评论区嗨聊，跟我唠唠你对这个节目的盼头和想法呗。